穿进乙女游戏，刚进去，我的嘴就不受控制撞上了男主角的腹肌。分开后，我淡定自若地向长相虽妖冶，却是红眼，还有着尾巴的少年挥手打招呼：“嗨，我可以喊你老公吗？”少年微微一笑，尖锐的獠牙却刺进了我的脖子。当然可以。但下一秒，他愣住了：“你怎么没事？”我也愣住了，随即惊喜上头：“这么刺激吗？刚认识就要那啥了？”看着眼前笼罩在血色玫瑰花海里的城堡，我有些懵逼。我这是穿进乙游里面了。我是重度的乙游爱好者，并且喜欢开直播玩，因为可以赚些马内给我的老公们买帅气衣服。市面上大大小小的乙游我基本上都玩过，最近发现了一款新上市的，我就直接开着直播莽了。以往我只要坐在电脑前操作鼠标就可以玩，但这一次我却整个人穿进来了。但是这周围的环境看起来有些独特，和其他乙游中浪漫的场景完全不一样。茫然的同时，我忽然又带上了些许兴奋，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。以前只能隔着屏幕流着哈喇子看老公们的腹肌，现如今岂不是可以直接摸了？当下我就兴奋地迈着步伐朝着城堡里跑去。按照以往的玩游戏经验，此时我的老公们应该已经在城堡里面排站，等着我来宠幸挑选了。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一个个的弹幕滚动了起来。我天，这小新人匹配到的怎么是最高难度的恐怖游戏副本？系统 bug 了？是我眼瞎了吗？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看起来很高兴？第一次见到赶着去送死的，不愧是新人。古朴陈旧的城堡大门缓缓地打开，我原以为我会看见一排排的帅哥，但打开门后，我有些傻眼。又来个倒霉蛋！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城堡中间，手夹着烟放在嘴边抽着，在他的身旁站着两个年轻的人，一男一女，他们的面色有些微白以及难堪。见到我时，这两人动了动唇瓣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是没出声。我有些懵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下意识地开口问道：“帅哥呢？”话音落下，我见那正在抽烟的中年男人手微微一顿，随后惊讶地开口：“你认识我？”什么？我一头雾水。你不是喊我的吗？我就是帅哥呀，我叫王帅，大家都喊我帅哥。这个乙游有些独特，和我以往玩的都不太一样。看着眼前的三人，我试探性地开口道：“你们也是玩家？”王帅像是看傻子一样瞥了我一眼，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沉默了下来，这还真是不一样。以前我玩的乙游游戏，那都是1vn，一个玩家，多个不同的男主角。现如今倒是变成了多个玩家，还男女都有。我打量了一下叫做王帅的中年男人，以及站在他身后面色有些发白的年轻男子。这个王帅应该是1，那个年轻男子大概率是0。真爱无界，可以理解他们玩乙游。就在我思索的时候，一道冰冷的机器音忽然凭空出现：“欢迎大家来到副本玫瑰城堡，此副本难度级别为 SSS， 主线任务生存，时间7天。第一个支线任务，找到属于你的那朵玫瑰花。游戏即将开始，祝您玩得愉快。找到属于我的那朵玫瑰花，这是什么任务？玫瑰花是代指男主角吗？还挺浪漫呀。不过那朵是指一个玩家只能有一个男主角吗？”正在我思索期间，一阵脚步声忽然在空荡荡的城堡里响了起来，咚咚咚，一下又一下，敲在所有人的心头。我身旁的三人瞬间紧张了起来，尤其是那两个年轻的男女，浑身剧烈颤抖。王帅好些，但面色也是发白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弹幕又疯狂地滚动了起来。来了 NPC 要出来分配房间了啊！我最不敢看的就是这个副本，据说这分配房间的 NPC 是个魅魔，最是阴晴不定。如果他给出来的房间和玩家人数不等同，他就会当场随机杀死多出来的玩家。我记得上一次参加这个副本的有7个玩家，他只给了5个房间，多出来的2个被他吸血而死，太狠了！开局就要面临被抽中死亡啊！我并不知道我即将面临多么恐怖的一幕，但此时此刻的我也不由得紧张激动了起来，因为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是一个身穿黑色衣服，浑身上下透露着金贵气息的少年。少年面容白皙，一双妖冶的凤眸眼尾下是一颗黑色泪痣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条黑色尾巴，带着倒钩，直戳我的心巴。我感觉我找到属于我的那朵玫瑰花。有着尾巴，长得如此妖冶的红眼少年，第一次见。怕这个少年被其他玩家抢走，我快速朝着他冲了过去。卧槽，这个小新人在做什么？送死吗？我去，他要干嘛？我快速来到少年面前，眼冒星星，面颊微红的开口：“我可以和你交往吗？我想摸摸你的尾巴。”眼前的少年似乎顿了一下，随后见他目光下垂，落在我的身上。他的唇瓣鲜红，微微扯了扯嘴角：“当然可以，人类。”双向奔赴了吗？我正处于激动中，他却忽地伸出手拽住了我的衣领，尖锐的獠牙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，就刺入了我的脖颈。下一秒，我感觉到眼前的少年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没事？”啊！我的内心在这一刻抑制不住的尖叫。这么刺激的吗？
刚认识你就要和我那啥了？这里人有些多，我们可以去房间里。我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周遭却在此时此刻安静了下来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那些弹幕也停顿了一下，又疯狂地滚动了起来。我听到了什么？是我想的那啥吗？这游戏还能这样玩？别的不说，魅魔确确实实是极品呀，不是？你们的注意力都在哪？只有我注意到他被魅魔吸血了吗？他怎么没反应不尖叫啊？王帅说出了弹幕的心声，你脖子流血了。我伸手一抹，果然摸到了一手的血。我看向罪魁祸首，妈呀，捡到宝了！你是不是以前没经历过，所以不太懂，下嘴没个轻重？没关系，我也没经历过，我们俩可以慢慢探讨，以后你可得轻点哦。弹幕众人，少年低眸看了我一眼，你不疼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没有痛觉，你不用内疚哦。我老公真好，还会关心我。原来是没有痛觉，吓死我了。我说他怎么被咬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还以为这些人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藏技能呢。我也以为他有什么新手大礼包，刚想骂系统不公平，我们都没有。分房间开始了，少年的目光从在场的3人身上一一扫过，开了口：3间。王帅以及他身旁站着的一男一女2个小年轻，面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3间可是有4个人类。少年缓缓地动了脚，可在他刚前进一步，我唰地拽住了他的手。老公，原来你想和我住一间房呀？讨厌，你都不事先问问人家愿不愿意。老公，我们现在就去吧，你的房间在哪里？楼上吗？我牵着少年的手，迫不及待的就要往城堡楼上走，留下站在原地错愕不已的3人。少年的手指很冰，在我拽住他的那一刻，我就感受到了他身体的僵硬。我在心里偷笑，牵个小手就呆了，果然是清纯大男孩。2楼的走廊幽深而长，放眼望去，深不见底，空气中也弥漫着潮湿腐朽的味道。老公，哪个是你的房间呀？我回头，却发现我老公忽然不见了。古堡的灯也在这个时候闪动了起来，大门被风吹得嘎吱作响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去哪里了呀？我大声喊着，却始终听不见回应。我抓了抓脑袋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，我发现走廊右边有许许多多的房间。老公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。快到晚上了，我得要找个房间睡觉。我随手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，就走了进去。入目是整洁的床铺，床铺的上方挂着一面镜子，正对门，泛着冷光。我一进去，镜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容貌怪异、身穿白衣的女人，正在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鲜血从她那双黑的不正常的眼睛中缓缓往下流，她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。卧槽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跑啊！静女，这个房间是静女的房间，她最喜欢扭掉人类的脑袋安在自己头上了。我还想看这小新人能活到第几天呢，没想到1个晚上都不到就要死了。眼前的女人半截身子已经探出来了，随着她的动作，她嘴角笑容越大，眼睛里面滴出来的血越多。她苍白且瘦的几乎只剩下骨头的手伸到了我的面前，在锋利的指甲即将划破我的脖子之前，我一把握住了她的手。那天做化学实验，同学们都做完了，就我没做完。老师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大哭喊着：没铝呀，没铝！天哪，姐姐，你这是用的什么粉底液？竟然一点都不卡粉！眼前的静女微微一僵，在她有所动作之前，我的手已经捏上了她的脸蛋。姐姐，你竟然是素颜，皮肤那么好，简直就是冰肌玉骨，吹弹可破呀！我好喜欢。姐姐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可以教教我吗？静女耳根处微微泛红，我这是天生的。哎呀，姐姐你说话的声音也好好听，温声细语，直击我的心脏。说完后，我从口袋里面掏出卫生纸，将她脸上的血泪一点点擦去。姐姐，你也是这里的 NPC 吗？静女点了点头，这乙游还挺有意思，竟还有女 NPC。血泪擦完后，露出了静女原有的美貌，小翘鼻、高鼻梁、浓眉大眼、小红唇。静女脸更红了，她向我问道：你晚上是想要住在这里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我和我老公走散了。那我把床让给你吧。我欢喜地开口，谢谢姐姐。晚上，我和静女一同躺在床上，她这个房间还有天窗，打开后露出布满星星的天空。姐姐，你知道你和星星的区别吗？静女疑惑，不知道。星星在天上，姐姐在我心里。静女脸一红，快睡吧，马上就要天亮了。好的，姐姐晚安。我闭上眼睛，沉沉的睡去。在我睡着的那一瞬间，弹幕炸了。是我瞎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这个游戏还能这样玩？谁能告诉我，现在的鬼怪都喜欢听土味情话了吗？一口一个姐姐好美，姐姐声音好好听，这谁顶得住？再次醒来，我是被一道惨烈的尖叫声吵醒的。在我想要起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时，静女忽地拽住了我的手腕。别去，人已经不在了。啊，人已经不在了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人找到出去的路了？静女看向我，动了动唇瓣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，而是道：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继续安心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我懵懂地点了点头。
临睡过去之前，我在脑海里想着，这个游戏好像只可以玩7天，我还没玩够，我要玩满7天，才不要提前出去。我再次睡过去时，弹幕密密麻麻地滚动了起来。魅魔还是杀人了，果真是阴晴不定啊！我最不想玩的就是这个副本了，其他副本你若是小心一点，遵守规则，完成任务，大多就能活下去。但这个副本里，魅魔杀人完全没有章法，全凭心情。每月死在这个副本里面的人数是最多的。哎，天终于亮了，我露出门牙，笑着跟静女打招呼。静女看起来似乎有些没休息好，有点无精打采的，但她手中拿了一朵玫瑰花，送给了我。送完后，她准备钻回镜子里面去了。临进去之前，让我万事小心。虽然不知道是要小心什么，但我还是拿着玫瑰，蹦蹦跳跳的出了房间。1楼大厅里，王帅和昨天那年轻女子已经在那等着了。他们2人每人手里面也都拿着一朵玫瑰花，眼底是淤青的黑眼圈，显得有些颓废。我跟他们打招呼：“早啊，你们昨晚没睡好吗？”王帅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“你昨晚真的和那妹城堡主人一起睡的？”“没有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我老公昨天不知道去哪了，我就随便找了个房间。王帅动唇想要说些什么，但还未出声，就被冰冷的机器音打断了。第1天已经过去了，恭喜幸运的玩家生存下来。第2天即将开始，今天会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城堡做客，他们将会在这里游玩3天，还请各位玩家好好招待他们。祝你们玩得愉快。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乙游，竟还有客人来做客，还挺有意思。我已经在期待会是什么样的客人了。王帅一脸难言地看向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于归婉。”年轻女子跟着开口道：“我叫江寒，你真的是新人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对呀，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。”王帅和江寒不说话了，两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城堡的大门也在这个时候缓缓地从外打开，一道红色身影与白色身影出现在了城堡门口，是红衣血魔和白衣魔2兄妹。祝好运，这2个也是杀人不眨眼的鬼怪，只要玩家让他们有一点不开心，就完蛋了。我的视线朝着大门口看去，只是一眼，我感觉我又恋爱了。站在城堡门口的年轻男人身穿红色衣服，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和精瘦的腰身，皮肤雪白，鼻梁高挺，纤薄而红润的嘴唇微微上扬，勾摄我的心魂。我红着脸走上前，羞涩不已地开口：“你好，请问你可以当我的……”但我的话还未说完，一只手从后方攀附在了我的腰间。身旁的少年眨着寒霜一般的红色的眼睛看向我，就连眼尾的黑色泪痣都透露着冰冷。我到嘴边的话变成了：“当我的朋友吗？他刚才是不是又想要邀请人家当她老公？”魅魔这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以往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她可都是完全不出现的。渣女，大渣女。别的不说，魅魔和这红衣血魔长得确实都是极品，换我也把持不住。阮彻，好久不见。红衣男人笑了，他手中的折扇打开，轻轻地扇动着。原来我老公叫阮彻，这个名字好好听呀。阮彻冷笑了一下，显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。他低眸看向我，离他远一点。我懵懂地点了点头，想说些什么，阮彻却又转眼消失不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眼前的红衣男人开口问我。我顿时将阮彻抛在了脑后。我叫沃素尼的宝贝，你可以喊我宝贝。众人，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不要脸了。渣女，大渣女。哥，我想和他们玩捉迷藏。被忽视的小女孩有些不太开心了。随着她的声音落下，城堡里面响起了古老的钟声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击人的心房。冰冷的系统音再次响起。捉迷藏游戏，玩家有1分钟躲藏时间，寻找时间限时半个小时，被找到的玩家将会接受惩罚。倒计时开始，真不公平啊！就给了1分钟的躲避时间，这能藏哪去？别看白衣魔看起来天真可爱，可是最有手段杀人的了。我见王帅和江寒迅速朝着四周跑开，我也跟着跑了起来。捉迷藏，我最擅长了。我四处看了看，在厨房里面发现了一个大缸，钻了进去。冰冷的机器音正好在此时响起，寻找开始。自我感觉我藏的地方还不错，但不成想，我头顶的盖子被掀开了，对上一双一蓝一绿的眼睛，幽冷怪异的嗓音从我头顶上方响了起来。找到你了，沃素尼的宝贝。哎，小新人要死了，这还不到3分钟，只能怪他自己没有脑子，躲的地方那么简单，不找到他还能找到谁啊？好久没吃羊肉了，结。女孩脸上的笑容无限放大，张开能成下一个人一般的血盆大口，露出尖锐而又锋利的牙齿。你的虎牙好可爱呀！女孩僵硬了一下，我伸出手将她的血盆大口合上，嘴巴不能张那么大哦，一不小心就会导致颞下颚关节脱位，嘴巴无法正常闭合，流口水，无法正常咀嚼食物，说话含糊不清。女孩一愣，真的假的？我以前都一口一个，没经历过你说的这种。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我认真点头，现在没经历过，不代表不会有意外。你长得那么可爱，万一嘴巴合不上怎么办？
女孩下意识回应，那好丑的，我给她一个赞赏的眼神。说完后，我又看向她的眼睛，你这美瞳还挺好看，在哪里买的？你真觉得好看？可是我的同伴们都嘲笑我，说觉得丑，她们都是一个颜色。胡说八道，每个女孩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，都有着各自的美，不要搭理她们。呜呜，你真好。眼泪哗啦啦的从女孩眼里流出来，她扑进我的怀里，我一脸欣慰地拍了拍她的后背，乖，相信自己是最棒的。这是什么鬼走向？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，你们刚才有注意到魅魔来了吗？在哪？我没看到。就刚才白衣一魔要吃了这小新人的时候，魅魔出现了一下，太诡异了，真的太诡异了。来客人的时候，魅魔可是从来不会出现的，这一次居然出现了2次。捉迷藏游戏结束时，我和小白的话还没有聊完。他牵着我的手出现在城堡大厅里面时，王帅和江寒顿时不淡定了。姐姐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晚上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睡觉呀？小白挽着我的胳膊，脑袋在我胳膊上蹭个不停。我摇了摇头，不行哦，我今天晚上要去找我老公。阮彻吗？小白的脸紧紧皱在了一起，见我点头，他开口嘟囔了一声，喜欢他有什么好的，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。姐姐，我把我哥哥介绍给你好不好？你哥哥小红吗？小白点了点头，对，我哥哥可温柔了，他还没谈过恋爱，喜欢他的鬼从这村都能排到那村。姐姐，你要是和我哥哥在一起，我们2个也就能在……小白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但他已经说不下去了。白皙的手指掐住了他的脖颈，他的双腿渐渐地远离地面。阮彻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小白的身后，他一张面容上布满寒霜，眼神冷到极致。放开他！躺在躺椅上喝茶的红衣血魔面色一变，一个起身朝着阮彻冲了过来，但他不是阮彻的对手，连阮彻的衣袖都没有碰到，反而被阮彻的尾巴扎中，指甲陷入了小白的肉里，绿色的鲜血顺着小白的脖颈往下流。事情发展的太过迅速，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下一秒，我上前拽住阮彻的手，着急道：“阮彻，你放开小白，你快要把他掐死了。”阮彻缓缓地转过头看向我，那双红色的眼睛不带有丝毫的情绪，冰冷森寒的嗓音响了起来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“阮彻呀！”“你快松手！”我拍打着阮彻的手臂，可他就是一动不动。“老公，松手！小白真的快要死了。”阮彻神色微微松动，将小白丢在了地上。我急忙去查看小白的伤势，从口袋里面拿出纸，想要替小白擦掉血迹。小白趴在地上往后退了几步，看向阮彻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恐慌。我不由得有些心疼，看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，老公你太过分了。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够惊恐的了，现在我竟当众指责阮彻，让王帅和江寒的脸更白了。江寒一句话不敢说，王帅颤颤巍巍出声：“女娃子，你别上赶着送死啊！”但阮彻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对待女生要温柔，你上来莫名其妙就掐人家脖子，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对不对？女孩子夏天都是要穿裙子的，露出洁白的脖颈，万一人家留疤了怎么办？有心理阴影了怎么办？我训斥了阮彻好几句，他都是一言不发，直到我说完，他才开口道：“我不是莫名其妙的。”“不是莫名其妙？那你是因为什么？”我手掐着腰，怒看向他。阮彻没吭声，淡淡的瞥了一眼红衣血魔，开了口：“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走吧。”红衣血魔牵起小白的手，朝着城堡外面走去。小白一步三回头，泪眼汪汪。“小白，我会记得你的。”我也偷偷地抹了抹眼泪，目送一红一白的身影消失不见，我才收回视线。本来可以和小白小红一起玩3天的，这下好了，1天都没到就被赶走了。我气鼓鼓地迈开腿，朝着2楼走去，打算躺床上睡觉，消磨时光。阮彻跟在了我的身后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弹幕彻底炸了，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彻底开了眼了。这个世界颠了，彻底颠了。雪衣和白衣竟然被魅魔赶走了，我以为我是在做梦，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，结果事实告诉我这是真的。我到2楼随便推开了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里面陈设很简单，一张床，一把椅子，再无其他。刚想关门时，阮彻跟在我的身后进来了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干嘛？”他回道：“看你要做什么。”“睡觉啊，还能做什么？”我拉开被子，躺在了床上。阮彻站在床边低眸看着我，我故意背对着他，懒得看他，他却也跟着打开被子躺了上来。我皱眉踹了他一脚下去，他把腿压在了我的身上，将我禁锢在床上，红色的眼睛微微眯着，清冷的嗓音响了起来：“你昨晚不还是要跟我一起睡吗？怎么现在就不愿意了？”我刚想开口对他，但话还未说出来，就听阮彻的声音继续响起：“你真的看上那红衣了？”他的语气中充满森冷的危险。我眼睛微微一亮：“老公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”“不可能。”阮彻冷笑了一下，但我还是注意到他的耳根后面泛起了微红。这个认知让我开心死了。“老公，你绝对是吃醋了。”“嘿嘿，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。”我伸手，一只手去揪阮彻的耳朵，另外一只手摸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尾巴。
阮彻起先身体僵硬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。老公，你吃醋的样子还蛮可爱的。我没有吃醋。老公，你知道为什么肥沃的生蚝都埋在海滩的淤泥里吗？因为沃豪喜欢泥。我幻想过自己是哲学家、艺术家、发明家，最后发现还是想住老公家。我把玩着阮彻的尾巴，爱不释手。而弹幕滚动个不停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小新人进入房间后就黑屏看不到了？他还活着吗？怎么连声音也都听不见了？我还以为是我屏幕坏了，没想到大家都一样啊。我本来是不困的，上楼进房间纯粹是想生气，但后来不知不觉在阮彻怀里面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，我的手正抱着阮彻的头，脚敲在阮彻的身上，而他的尾巴正卷在我的腰间。醒了。阮彻看向我的眉眼，似乎与之前不同了，多了些许柔和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来一句歪理：感情都是睡出来的。嘿嘿嘿，阮彻说他吩咐人准备了晚饭，在楼下大厅里，他还邀请了王帅和江寒陪着我一起吃。我来到楼下大厅时，王帅和江寒两人正一脸便秘一般坐在餐桌前，餐桌上摆满了许多好吃的。肚子不争气的传来咕咕的叫声，我朝着两人打了一声招呼，就坐下来准备开动。我撕了一个鸡腿，递给身旁的阮彻，他却摇了摇头。你不饿？王帅坐在我的对面，动了动唇瓣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是看了一眼阮彻，不敢吭声。肯定是我起床的姿势不太对，才会看到魅魔竟然给玩家准备吃的了。魅魔都是喝血的，怎么可能会吃鸡腿？只有我感觉这小新人有些恶心吗？看起来好绿茶。帅哥，韩寒，你们吃呀。我招呼着坐在餐桌前不动筷的两人。阮彻开口道：吃。王帅和江寒立马拿起了筷子，疯狂扒拉了起来。这饭菜味道真的很不错，只是饭刚刚吃完，冰冷的机器音又响了起来。欢迎新人玩家的到来，祝你玩得愉快。话音落下，只见一个身穿蓝色连衣裙，头上戴着水晶皇冠，打扮漂亮的年轻女生出现在了城堡门口。王帅放下手中的筷子看去，又来玩家了。新玩家一进门就把视线落在了阮彻的身上，他露出漂亮的笑容，活泼开朗地蹦跳上前，朝着阮彻打招呼：你好呀，我叫徐暖，我可以邀请你当我的老公吗？我正在喝饮料，一口橙汁卡在嗓子眼里面上下不得，顿时把我呛住了。阮彻伸出手拍打着我的后背，我才缓过来。徐暖见阮彻没有回答他，上前再次开口问道：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哦，老公。阮彻在我耳边低语，闭上眼睛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但下一秒我就感觉我的眼皮不受控制地闭了起来。紧接着，一道尖锐的女声在城堡里面响了起来。等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城堡里面已经没了徐暖的身影。王帅和江寒两人面色已经白到了极点，阮彻正在擦拭着嘴角。唯有我呆愣地开口：新人玩家刚来就走了呀？不多玩一会儿吗？马德，这真的是杀人不眨眼啊！徐暖这个玩家我记得，他昨天还在大厅里面看这个副本的直播呢。他是个有资历的老玩家，结果现在刚进副本，不到1分钟就死了，弹幕静默了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冰冷的机器音再也没有发布过任务，而我这几天也没闲着，在城堡四周修剪那些玫瑰花。以前玩乙游的时候，有个大愿望，就是想和男主角来一场美丽浪漫的婚礼。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阮彻时，阮彻竟然一口答应了。我惊喜不已，找了王帅和江寒当我和阮彻的婚姻见证人。几天相处下来，这两人的脸色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白了，偶尔还会扯扯嘴巴笑笑。我们开始布置婚房和城堡，阮彻还找了一些其他的 NPC， 将城堡里里外外全都打扫了一遍。他邀请了许多的客人，其中特意邀请了红衣和小白。再次见到小白，我还蛮高兴的，邀请他给我当花童。婚礼正式开始，王帅当司仪主持婚礼，江寒当伴娘，红衣被迫成为伴郎，静妮姐姐为我和阮彻送上戒指。在婚礼上，我和阮彻宣誓，不论贫穷富贵，不论疾病健康，我们都对对方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婚礼持续了4-5个小时，等送完所有的宾客后，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来了，那就是洞房。我坐在新房里，娇羞地等待着阮彻。他长得本就好看，今天又有化妆师来为他稍微装饰，整个人更加妖冶了。老公，我害羞地看了他一眼。阮彻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拦住我的腰身，将我放在他的腿上，紧跟着薄唇压了下来，叫老公。他的声音清冷，却又带着无尽的诱惑。老公，情难自禁，即便是魅魔也把持不住。看着阮彻那双渐渐迷乱的眼睛，我的手渐渐地朝着他的胸膛摸去。阮彻的尾巴卷在了我的腰上，抬起了我的腿。就在他准备即将进行下一步时，他愣在了原地。我嘴角的笑容渐渐放大，将手从他的心脏处离开。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正深深地插在他的心脏之处，鲜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，浸湿了他的婚服。在他错愕以及不敢相信的眼神里，我伸出手摸向了他白皙的面颊。老公，对不起，但杀了你是我的任务。阮彻在我眼前魂飞魄散的那一刻，我的意识也渐渐消散。再次醒来时，一睁眼，
我就看到了头顶的大灯。龟丸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领导激动地拿着数据报告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，魅魔死后，游戏的一切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摘掉连接人体意识的控制器。闺蜜小燕察觉出来我的情绪有些不太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开口道：“别有心理负担，你杀的只是一个纸片人，或者说就是一串数据。”我闷声点了点头。我是一个从事 IT 行业的技术人员，最近我的团队们研发设计出了一款乙女游戏。魅魔这个人物形象是我设计的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男主角。但眼看着游戏就要上市了，却忽然出现了问题。游戏里面的所有 NPC 都不听从操控了，他们以魅魔为首施瞻。魅魔杀人成瘾，情绪阴晴不定，无数无辜的玩家皆死在他的手里。好端端的一款恋爱游戏，却莫名其妙变成了恐怖杀人游戏。起先我们以为是中病毒了，但不论我们怎么修改数据、删除数据、重建数据，这款游戏就是恢复不了正常。前期我们投入了很多的心血，耗费了许多的人力、金钱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游戏毁于一旦。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，找一个人连接意识控制器，进入这游戏中亲手杀死魅魔。水晶是技术人员特意研发出来的，只要插入魅魔的心脏，就能使他魂飞魄散。魅魔是我设计出来的，这个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游戏恢复成了正常的恋爱已由，领导要给我开表彰大会，我拒绝了。我独自一人回了家，吃了饭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。我感觉我这个时候应该是跟着大家一起开心的，但我不知为何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我到卫生间接了点凉水，想要洗洗脸，让自己清醒清醒。但在我抬头的那一刻，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，那是个少年，有着一双红色眼睛，眼尾下的黑色泪痣更显妖冶。他身后有一条带着倒钩的尾巴，摇摇晃晃卷上了我的腰身，他的头埋进了我的脖子里。我听他道：“老婆，说好的至死不渝呢？”